没人知道，侯府最温顺的丫鬟是京城隐姓埋名的金牌杀手。流云，你看这兰花开得多好，等下月我生辰，咱们把它搬到前厅去，让爹爹也高兴高兴。小姐亲手养的，侯爷自然喜欢。这样的宁静，我想守得久一点。都怪你太正直！那平南王世子裴萧当街打死人，满京城谁不装聋作哑？偏你要去当这个出头鸟，上书弹劾他。现在皇上降下赐婚圣旨，这哪是成亲，这是要咱女儿的命啊！让我嫁给裴萧？爹娘，你们在说什么？让我嫁给裴萧？女儿，是爹对不起你。那裴萧是披着人皮的畜生，那是吃人的狼血呀！可这是圣旨，抗旨便是满门抄斩。裴萧暴虐、好色、变态，每月王府侧门都会抬出蒙着白布的保管。实在不行，女儿就去静心庵欺发为尼，一辈子常伴青灯古府，只要不进那王府，怎样都行。不如让我替嫁。柳云，你别说胡话，你不知道裴萧有多可怕。平南王府是火坑，我怎么能推你进去送死？小姐心善，对流云有救命之恩。这几年侯府待我不薄，我是贱命一条，又懂些微末古意，我去或许能活。柳云那是欺君之罪，裴萧若是发现，定会折磨你。你只要能让小姐活下来，这罪我担了。至于裴萧，他想玩，我陪他玩到底。流云，你是我们侯府的恩人啊！既然圣旨逼人太甚，那这桩喜事就当是给平南王府准备的葬礼吧。流云，你这孩子太时尚，你可知这赐婚的根由？我亲眼看见裴萧那畜生当街拖走卖豆花的女子，凌辱致死。天哪！我弹劾他，彻底得罪了平南王。这赐婚就是递给他的屠刀。裴萧骄纵成性，以折磨女子为乐。小姐嫁过去，不出3日，定会香消玉殒。侯爷，我知道裴萧的名声，他越是残暴，我反而越是放心。流云，你疯了吗？那是地狱啊！小姐，地狱里待着的不一定是恶鬼。侯爷，夫人，平南王世子上门下聘了。岳父大人，安好啊。你来干什么？圣旨才下，还没到成亲的日子。当然是来看我未来的世子妃。听人说宋家小姐肤白貌美，比醉烟楼的头牌还勾人。我这不是迫不及待想过来尝尝鲜吗？宋大人，本世子看在圣旨的份上，叫你一声岳父，你还真摆起谱来了。你这女儿，本世子仔细瞧了瞧，长得确实一般，身材也干瘪，瞧着还没2两肉，连醉烟楼里扫地的丫头都不如。本世子放着满楼的红袖帐不要，娶这么个木头疙瘩回去，真是亏大发了。既然世子爷觉得委屈，嫌弃我宋家女不如风尘女子，不如现在就进宫请罪，求皇上收回成命。想必皇上也舍不得让心爱的侄儿受这种委屈。你倒是伶牙俐齿。本庶子在外面有几个乞丐好兄弟，他们一辈子都没碰过女人。世子爷不妨直言。等洞房那天，也让我的好兄弟们也穿一穿你这件好衣服，算是报答岳父大人的指教之恩。岳父大人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你也可以现在就悔婚，只要你觉得你这宝贝女儿的清白比整个侯府几百条人命更值钱。畜生，裴家怎么出了这种猪狗不如的畜生？老天爷爷，你开开眼吧！真的好久没杀过这样的畜生。流云，你走吧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你快逃！你不是说你懂武功吗？你逃出京城，隐姓埋名，我不能让你替我受辱。那裴萧是个疯子，你会死的。小姐，我走了，侯府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我嫁过去，大不了一死，总比连累你强。小姐，对不起。什么？
这种地狱，你去不得。刘云，你为我宋家做到如此地步，我宋季无以为报。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刘云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是我侯府的二小姐，宋淑月。孩子，受累了。父亲放心，女儿定会保重。裴萧，我来了。折腾这么久，本世子还以为新娘子临时反悔，死在屋里了呢。裴萧，你听好了，今日是老夫最疼爱的女儿宋淑月，她性子虽柔，却是我宋家的血脉。若是她在你王府有个三长两短，受了什么委屈，老夫便是拼了这顶乌纱面前讨一个公道。岳父大人言重了，既然进了我王府的门，世子定会好好疼爱她。起驾。父亲保重，等我处理完这些垃圾，便回家。这种充满死气的喧闹，真是让人怀念。听说了吗？这是永阳侯府的二小姐，侯爷那么正直的一个人，怎么舍得把女儿嫁给平南王世子这个活阎王？你小声点，这是天子赐婚，抗旨是要灭九族的。哎，这宋小姐生的花容月貌，进了那王府，怕是连明天早上的太阳都见不着了。动作快点，本世子还等着回去喝酒。小姐，你饿不饿？奴婢去给你找2块点心垫垫。坐下。奴婢不敢。看着我，翠云，不管今晚发生什么，没我的命令，不准动手，不准出声，听清楚了吗？可是夫人交代，这是圣旨，也是我的命。你若想活命，就老老实实待在我身后。外面那个畜生，应该快喝完最后的一口断头酒了吧？让宋大姐久等了，独守空房，真是本世子的罪过。世子爷，您喝多了，请尊重我们家小姐。贱婢，连本世子也敢拦，真是找死！宋琦那个老匹夫，当初在皇上面前弹劾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有今天？他不是自诩清高、刚正不阿吗？他不是心疼你这个宝贝女儿吗？要是满京城的人明天早上都看见他引以为傲的女儿，在洞房花烛夜跟2个乞丐在一起，我看他那张老脸往哪搁，看他还敢不敢弹劾本世子。世子爷，这不仅仅是羞辱宋家，更是抗旨。抗旨？皇上只说让你嫁过来，可没说让你嫁给谁。进来吧，兄弟们。世子爷，你疯了，快放了小姐！把这碍事的丫头给本世子拖出去，别搅了兄弟们的雅兴。宋淑月，好好享受。半个时辰后，本世子会带着所有宾客过来捉奸，这女人就交给你们了。世子爷放心，我们兄弟保准让这位小姐再也不想回侯府。小娘子，别怕，我们会好好待你的。你们2个样子看着很熟练啊。那是，栽在我们手底下的官家小姐，你可不是第一个。那就好，杀起来就更没负担了。我看你是被吓疯了，老子现在就让你！这种人多活1秒都是对空气的玷污。你不是宋家小姐，你到底是？去地府问吧。
半个时辰，足够了。这2条臭虫倒是配着满池的烂泥。裴萧，你大概还在等着看好戏，可惜戏台子我已经拆了，接下来的戏得由我来导。世子爷今日真是春风得意啊！那永阳侯的女儿据说是倾城一绝，世子爷今晚可要怜香惜玉啊！怜香惜玉，本世子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，保证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今晚的惊喜。杀你容易，但你要是死在新房，平南王那个老狐狸定会迁怒侯府。要玩就玩一场大的。不好了，世子爷，有贼人进了世子妃的房中。你说什么？奴婢方才路过，看到2个陌生男人翻窗进去了，屋子里还发出奇怪的惨叫。世子爷，快去救救世子妃吧！好一个宋家女，竟然敢在本世子的眼皮底下与人私通！来人，随我前去捉拿奸夫淫妇！我要抢在那些人破门而入之前，重新坐回那个受害者的位置。宋书月，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竟敢在大婚之日羞辱我平南王府！今日我定要让你进猪笼，还要治你父宋堪一个教女不廉、欺君罔上之罪。大雪之日，夫君提着剑，带这么多宾客闯入新房，喊打喊杀，这是要做什么？不可能！那2个人呢？你把他们藏哪了？夫君莫不是喝多了？这房里除了我，哪来的别人？平南王府守卫森严，若有闲杂人等，早该被格杀了。夫君该不会是听信了哪个小人的谗言，觉得我在这洞房花烛夜会跟人私通吧？说，那2个乞丐呢？本书也明明让他们如何？夫君是想说你亲自安排了2个乞丐进屋，如今却找不见了，觉得失望吗？你胡说八道！是这丫鬟亲眼看见贼人进了屋，我是来抓贼。王府守卫森严，巡逻侍卫一破接一破，2个贼人能悄无声息翻窗进来私通，是夫君觉得侍卫都是死人，还是我能把2个大活人变没？洞房夜新郎不带宾客贺喜，反而带人设局抓莫须有的贼，多蠢的人才会信。宋书月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住手！真正的正主总算到了。都是误会。逆子，喝了几杯酒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，竟敢在喜宴上胡言乱语，还不快给各位大人赔罪！犬子酒后失德，让各位看笑话了。今日之事，谁管不住嘴，本王定然跟他势不两立。永阳侯倒是生了个好女儿，这般伶牙俐齿，入了我王府就收起你的小聪明，我眼里容不得沙子。父王谬赞。你也别指望宋玄能给你撑腰，他很快就会自食恶果，到时候整个侯府连只狗都活不下来。你也给本包安分守己一些，毛毛躁躁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真是个废物。哼！平南王已经对侯府动了死手，原本只想杀个裴萧，看来这平南王府的根，我也得一并拔了。本宫活了半辈子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刚进门就让夫家出这么大丑的儿媳。你当真以为嫁进王府就能凭着伶牙俐舌翻了天？王妃言重了，若非世子爷硬闯抓莫须有的贼，这丑也出不到宾客面前。你还敢顶嘴？亏永阳侯府是世家，教出的女儿竟目无尊长。今日你害裴萧被罚，本宫定要治你。黄嬷嬷，你是王府老人了，明日起贴身跟着世子妃，教她规矩。她学得慢，骨头硬，你尽管动手，不必留情。老奴领命，定会让世子妃脱一层皮啊！不，定会让世子妃脱胎换骨。宋书月，本世子看你明天还能不能这么淡定。小姐，那黄嬷嬷我听说过，王府里好几个丫鬟都被她活活打死了，咱们怎么办啊？教我规矩？我教人规矩的时候，他们通常都已经不能说话了。去休息吧，今晚我也有些事要出去办。平南王那种老狐狸，真正肮脏的东西绝不会放在书房，寝殿才是他的命门。
王爷，今日那宋书月实在放肆，您怎么就非要让萧儿娶那种不知廉耻的女人？宋家妇女三番两次让我们丢面子，这口气臣妾咽不下。妇人之见，你以为本王求皇上赐婚，真是为了让那蠢仔娶个好媳妇儿？本王求赐婚，是为了让皇兄觉得本王是个大度之人，也是为了让宋琦那个老匹夫放松警惕。实际上，本王已经吩咐门下官员伪造他贪墨证据，等时机一到，本王要联名弹劾，定他欺君败国之罪，永阳侯府几百口人全部满门抄斩。王爷真是英明，只是那宋书月如今就在府中，我们要不要留着他？他是宋家送进来的质子。平南王，既然你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就先送你整个平南王府入地狱。还有，去盯着萧儿，这段时间是关键，让他给本部安分守己一些，告诉他尽快把密室里剩下的那几个女子都处理干净，绝不能留下半点痕迹。密室女子，若是被政敌抓住了这个把柄，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让事来，本王也保不住他。王爷，您何必对他这么苛责？萧儿这孩子心里苦啊，说到底，他那个身体缺陷，是我们做父母的对不起他。前夜，原来如此。那个不可一世的裴萧，竟然是个不能人事的废物。本王知道他苦，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替他擦屁股。但现在宋家丫头进了门，谁知道他有没有戴耳目？处理了那些女人，等宋家一倒，本王再给他搜罗更好的货色便是。既然你们觉得这不是大错，那我就带你们去看看，这债到底该怎么还。这种结构，杀了我！求求你们杀了我！叫的再大啊！你们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千金小姐，现在还不是像狗样跪在本世子面前求饶？什么贞洁烈女，在本世子手里，你们连畜生都不如！他们不是下人，那是京中权贵的女儿。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，竟在王府地下上演这么久，却无人敢报官。裴萧，地狱太浅，我会给你挖个更深的。裴萧，你的自卑害了多少无辜的魂灵？直接杀了他，这些冤情就会随他入土，再无天日。若我此刻救人，他们名节已毁，回家后也躲不过一瓶毒药。既然这京城的官不敢管，那我就请一位平南王府得罪不起的大佛来亲自揭开这盖子。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万一有人进来，奴婢真不知道该怎么挡。没人回来，裴萧在密室里正忙着享乐。享乐？翠云，从明天起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要表现得惊恐无助，明白吗？小姐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演一场大戏，一场把平南王府彻底送进地狱的大戏。世子妃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这可是世子妃的房间。进了这王府的门，能不能坐这个位子，还得看王妃的意思。老奴奉王妃之命，特来教导世子妃这王府里的规矩。规矩，说来听听。这第一个规矩便是行礼。咱们平南王府是皇亲国戚，最重礼数，请世子妃先对老奴行一个正儿八经的跪拜之礼吧。放肆！你一个奴才，竟敢让正二品的世子妃给你跪拜！正二品那是皇上封的，在这王府，王妃就是天，我是代王妃行事。世子妃莫不是要抗命？新媳妇入门第一天就不尊婆母，不敬教习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怕是要让全京城唾弃。你威胁我？威胁又如何？你是要跪，还是要老奴亲自动手教你？原本想留你一命，既然你自己找死。规矩教完了吗？既然你教不会，
不如我教教你。你敢如此对我？只要有我在，你就别想当好这个世子妃。随你。有你在一天，我就当不好这个世子妃。好啊，那我就不当。那不是刚嫁入平南王府的宋家小姐吗？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瞧那丫鬟脸上的纸印，准是被王府搓磨坏了，跑出来躲命呢。小姐，咱们真的不回去了吗？万一王府的人来抓，他们一定会来。裴萧肯定想让我跪在门口认错，或者休了我。如果不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，皇家又怎会相信我这个受害者呢？裴萧，你的每一步都在我的算计之中。要说这永阳侯府的二小姐，那真是性子烈如火呀！进门第一天就掰断了王府管事嬷嬷的手指，拎着裙摆就离家出走，住进了客栈，前所未闻。你们说这宋小姐是不是被逼急了？嘘，小声点！我听王府扫地说，世子爷发了大火，说是这世子妃不尊婆母，行事嚣张。得了吧，我倒听说是因为世子爷在新房里不干人事，才把人家姑娘逼成这样的。不过啊，平南王府可放话了，让世子妃今日必须滚回去，不然就要写休书喽。小姐，外面传的可难听了，那裴萧太恶毒了。既然让您当众跪在王府门前，那可是毁了一辈子的名声啊！他若不闹得满城风雨，这出戏还怎么唱下去？世子妃，世子爷的话您应该听到了吧？马车就停在外面，世子爷说了，只要您现在乖乖回去跪在王府门前认错，这婚约还能作数。若是不回，他便要休了我。世子妃，您最好识趣点，离了王府，看谁还敢要你。回去告诉裴萧，名声我不在乎，但这膝盖，我宋家女儿跪天跪地跪君亲，就是不跪那些心肠歹毒的畜生。你当真不怕被休？休书尽管写，只是怕他写得出，却送不到皇上的案头上。滚！跪门谢罪。裴萧，你把戏台搭得越高，待会儿摔下来的时候，骨头断裂的声音才会越响。我可怜的孩子，是我们对不起你。那裴萧简直不是人，竟然想出这种法子来糟蹋你。姐姐，跟我回侯府吧，咱们不嫁了，什么圣旨，什么王府，咱们都不管了。哪怕是被抄家，咱们一家人死在一起，也好过让你在外面受这种屈辱。淑月，爹已经想好了，大不了我就辞官回乡，总不能看着你被他们生吞活剥了。爹娘，如果我此时跟你们回去，抗旨的罪名就坐实了。平南王正在等这个机会，你们想让整个侯府为我陪葬吗？可那裴萧要你跪门谢罪啊！他让我跪，我便一定要跪吗？请爹娘给我3日时间，3日之后，我自会平安回到侯府。到那时，所有的屈辱都会由那些人10倍偿还。你们回去，对外就说我顽固不化，已经跟侯府断了联系。这怎么行？那外人岂不是更要戳你的脊梁骨？让他们戳，越是口诛皮伐，越能显示出平南王府的势大欺人。小姐，咱们这3日真的能行吗？行的。平南王想弹劾侯爷，裴萧想折辱我，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执旗之人，却不知道棋盘上的弃子才是要命的毒蛇。你们这些日子受的苦，快要到头了。明日不管谁来，都要拼了命的呼救，只要喊得够响，你们就能活。平南王这老狐狸确实谨慎，书房没放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这样即便被人查，也只会觉得他清廉。平南王，你既然想罗织罪名害我父亲，那我就让你尝尝真正的铁证如山是什么滋味。物证齐了，现在只需要一个让皇上不得不看这出戏的认证了。对不起了，公主，借你的尊贵换那些屈死女子的一个公道。保护公主！
刺客背着公主往东边去了，追！戏台已经搭好，平南王接招吧。醒过来吧，公主殿下，请睁开眼，看看这大夏皇亲为您展示的人间炼狱。王爷，冒犯了，刺客劫持昌平公主潜入贵府，这是在王府门口留下的公主碎衣，请王爷立刻让开，我们要搜查。一派胡言！刺客怎么会进本王的府邸？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本王乃皇亲国戚，没有皇上圣旨，谁敢私闯？哼，事关公主性命，皇上给过末将密旨，若遇紧急情况，可先斩后奏。王爷如此阻挡，莫非这刺客本就是王府的人？平南王，你拦得住人，拦不住这地狱里的怨气。是女子的声音，兄弟们，公主有难，冲进去！那是秀儿的院子，快去拦住他们！拦，已经晚了。这盖子一旦揭开，就是血流成河。谁敢闯本世子的密室？不知道规矩吗？公主殿下，裴笑，你这个畜生！王爷，公主殿下说了，这王府里不干净，让我们再搜仔细些。头儿有发现，还没完呢。劫持公主是死罪，虐待官家小姐是重罪。可这龙袍和玉玺，平南王，你是要谋反吗？栽赃，那是栽赃！本王从没见过这些东西。带走，平南王府上下，统统锁入天牢，违抗者格杀勿论。平南王，你曾说想看侯府满门抄斩，如今这滋味，你先替我父亲尝了。放开本宫！我是当朝王妃，皇上的弟媳！你们这群奴才竟敢动本宫！父王救我！我不想进大牢！父王，你快跟他们说，那龙袍不是我们的！带走，打入天牢，严加看管。呸！还王爷世子呢，竟然在府里干出那种禽兽不如的勾当，劫持公主还想谋反，真是活该！砸他！小姐，小姐，王府被抄了，平南王一家全被抓进大牢了。奴婢听人说，那些被救出来的小姐家里，现在都对上书弹劾平南王府。连以前跟着王爷的那些大人也反水了，都在骂王爷谋反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平南王倒了，他们自然要急着撇清关系。小姐，咱们怎么办？这门亲事是皇上亲口赐的，现在证明平南王是乱臣贼子，皇上躲还来不及。谁敢这时候来出矛头提我，那不是在扇皇上的脸吗？不过戏还没演完，有些人死在刀下太便宜了，我要去送他们最后一程。世子妃放心，小的都安排好了，他们在最里面的那间。小的给您半炷香的时间。你死哪儿去了？快去求你爹，让他救我们出去！不用求宋圈那个老匹夫，只要本王一天是皇室血脉，皇兄就不会真的杀了本王。等本王出去，定要让宋家鸡犬不宁。王爷这样气定神闲，是因为觉得自己还有底牌？哼，栽赃嫁祸的手段，本王见多了。只要本王那些门生在朝堂发力，这点罪名，王爷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今日午后，皇上已经下了密旨，平南王府谋逆罪成，满门抄斩。宋淑月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倒本王？本王在朝堂经营多年，大半个朝廷的官员都受过本王的恩惠，他们一定会救我的。王爷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你死的人，恰恰就是你口中那些受过恩惠的门生。胡说八道！他们没有本王，他们什么都不是。原本是这样。但在你们入狱后，我便给他们每人都去了一封信。我以裴萧的名义，在信中骂他们，若是不能在3天内把你们救出去，裴萧就会把所有的证据交给御史大夫。你说，当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们看到这样一封满是威胁和羞辱的信时，他们会想什么？你毒妇，你这个毒妇！
出你这么个魔鬼！魔鬼，比起你们夫妇这些年为裴萧擦屁股时杀的那些无辜之人，我这点手段算什么？带上来。不要过来！我是世子，我是平南王世子！你们这些下贱的东西，滚开！世子爷，你曾说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。如今我也心善，想让世子爷也享受享受。只不过女人这种衣服太轻薄，我男人和男人大概也差不多。宋书月，我求你杀了他吧，不要这样对他！你这个畜生！这只是刚开始，你就受不了了。那些被他凌辱致死的人，他们的命难道就不是命？你们助纣为虐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有这一天？我错了！这些乞丐兄弟也辛苦了，记得多给他们准备些补药，别让世子爷今晚太寂寞。小姐放心，小的们明白。小姐真是高招，刚才平南王气得又吐了一口血，怕是活不过今晚。活不活得过不重要，明天午时的法场总要有个人在那儿。父亲，小姐，侯府的隐患清干净。斩得好！这种禽兽不如的东西，就该千刀万剐。我家那失踪了1年的闺女，终于能合眼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你们欠下的债，今日便由这滚烫的血来还。午时已到，醒醒！流云的债清了，接下来我该去做回那个自由的影了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平南王府逆谋篡伪，满门伏诛。朕念永阳侯府二小姐宋淑月深明大义，特赐合力之旨，封宋淑月为嘉宁县主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谢皇上隆恩。公公，臣女本是乡野出身，受不得这县主之尊。县主娘娘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皇上说了，嘉县主乃是天下女子的表率，定要留在京城，好让世人看看皇家的仁慈。臣女谢主隆恩。嘉宁县主，皇帝，你是想把我当成一只拴在京城的雀儿，还是想把我当成窃阅侯府的人质？父亲，母亲，原谅淑月的自私。侯府已无忧，我留在这里只会是祸根。禁卫军搜捕逆贼还算频快，大半夜守在侯府后墙倒是稀奇。不过，你们身上那股子洗不掉的尸臭味，可不是宫里出来的。刘云，组织养了你10年，教你杀人计，送你入京城躲避，你倒好，借着侯府的事把平南王府给端了。这么大的动静，你是怕首领找不到你吗？暗格，我已经替组织杀完了该杀的人。想金盆洗手，除非你死。首领说了，嘉宁县主是个好身份，回房去吧，今晚你出不去。我可以杀出一条血路，那侯府怎么办？回去告诉他，想让我当刀，看他握不握得住。淑月，昨晚你没走掉，对吗？府外有人。淑月，昨晚你没走掉，对吗？府外有人。你以为皇上册封你是因为你受了委屈？皇上不傻，他知道有人在帮他除掉心头大患，但他更怕那个能在他眼皮子底下栽赃皇亲的人。所以他要把我留在眼皮子底下。淑月，这京城现在是一座大牢，你我皆是囚徒。好强的杀气，这人是谁？县主小心，那是负责复核平南王案的镇北王陆晨。利落的杀法，栽赃的逻辑。宋淑月，本王倒要看看你真正的面目到底什么。如果说皇帝是枷锁，暗格是噩梦，那么这个陆晨就是悬在我头顶的铡刀。王爷，这2具尸体喉骨粉碎，几乎是瞬间毙命。这种杀法是江湖上最顶尖的杀手才有的手段。这里曾摄入过一枚金钗。王爷，当时房里只有世子妃宋淑月和这2名恶徒，难不成宋淑月，一个连鸡都没杀过的闺秀，如何在2个常年行恶的壮汉手中，不仅保全了清白，还干净利索地把2具尸体绑尸成灰？去查宋淑月入侯府之前的一切。王爷，您怀疑平南王是被栽赃的。平南王想造反不假，但他还没蠢到把龙袍放在儿子施虐的密室里。
而那个最有可能做到这些事的人，此时正心安理得地当着他的嘉宁县主。今晚，本王要亲自会一会这位大难不死的宋家二小姐。这种气息，沉稳厚重，带着战场上的铁锈味，不是安哥。嘉宁县主，夜深路重，躲在床影里可不是待客之道。宋书月，本王在平南王府见到的那2道切口，和你现在的招式一模一样。王爷看错了吧？倒是王爷，若再不放手，我就要喊非礼了。你可以喊，但在那之前，本王会先查清楚你到底是谁派进侯府。陆晨，这把刀比我想象的还要锋利。什么东西？血色曼陀罗，组织里那个疯子的标志。小姐，是不是平南王的余孽？咱们报官吧。报官？翠云，这京城的官管不了鬼。妹妹，你看，这是我给嘉宁县主准备的贺礼。舒月，快过来歇会儿。这一大早的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3年前，我满身是血倒在侯府门口，是你们救了我。这3年，我偷来了这一场人间的梦。妹妹现在身份贵重，但以后可不能嫌弃我这个姐姐呀。不会的，只要妹妹在一天，谁也别想动宋家一草一木。妹妹，这茶可是爹爹珍藏的，你尝尝。小姐，趴下，躲在石桌后面，不要回头。刘云，首领给过你机会，既然你不肯回阁，那这县主就死在叛贼余孽手中吧。叛贼余孽，连杀人的借口都找得这么敷衍。既然你们想死，我成全你们。你的武功竟然又精进了，是你退步了。再敢踏进侯府半步，我便踏平暗阁，让他也尝尝什么叫死无全尸。小姐，吓着你了。3年前，我不是因为逃避仇家追捕才倒在侯府门口的，我是暗阁的杀手，代号刘云。我原本想等平南王府的事情一了，我就悄悄离开，可圣旨降下来了，组织也找上门了。刚才那些人是暗阁派来灭口的，这才是真实的我。你还敢要我这个妹妹吗？这才是真实的我。你还敢要我这个妹妹吗？你是为了救我，如果你不动手，死的就是我妹妹。我不管你以前是谁，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妹妹。好，为了你，这京城哪怕是地狱，我也杀出个天来。县主打扫得很干净，可惜这泥土里的血腥气，没个3-5场大雨是冲不掉的。王爷今日又来，莫非是查案查上了瘾，想在侯府查出一场谋逆来？暗阁刘云，3年前江湖第一赏金杀手，消失3年，原来是躲进侯府当了家猫。昨晚那6个人死得可真利索。王爷既然没带兵来，说明我还有价值。说吧，你想让我办什么？皇上要的是平南王死，本王要的是平南王背后的那条大鱼。本王在明，你在暗，你替本王查清那大鱼是谁，本王替你挡住暗阁的追杀，保你宋家百口平安。狼爷好算计，你没得选，除非你想看着宋小姐那双拿绣花针的手，最后也得取我杀人的刀。成交。但陆晨，你记住，我这把刀若是不顺心，也会弑主。本王最喜欢的就是猎刀。县主，太尉府送来请帖，邀您共赴赏金烈宴。看来有人等不及要找死了。哟，我说今儿这园子里怎么隐隐有股子粗使丫鬟的味道？
原来是咱们这位嘉宁县主到了。林小姐好鼻子，不过本县主闻到的却是这园子里的花都碎了，满地都是枯腐气。县主娘娘好大的官威啊！宋书月，你也配坐这个位置？平南王府的事，谁不知道是你运气好捡了个漏？麻雀变了凤凰，内里也还是那个洗脚婆。按规矩，县主该走在前面，但咱们大夏最重出身，本小姐今日偏看看，这当了县主的刘云，还记不记得怎么给正经嫡女行跪拜礼？我的脚！宋书月，你敢暗算我！林小姐，这京城的规矩是给人定的，不是给狗定的。你若再废一句，我保证下次泼在你身上的就不只是茶水了。走吧，翠云，这席上的酒太次，闻着反胃。原本想放你们一马，既然赶着送死，那这县主的威风我就借来用用。嘉宁县主既然是县主，定是才情出众。今日众姐妹都露了手，不知县主能给大家伙展示什么？该不会只会洗衣叠被吧？才皇不敢当，但杀人的剑倒还舞得动。林小姐，这剑舞可还入得了眼？舞得跟个江湖草满一般，果然是卑贱出身。宋轩收养你这种祸害，怕是早就想借着你这狐媚样子攀龙附凤了吧？林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天哪，他竟然使劲了！林小姐怕是昨夜酒没醒。夫人，看来这赏花宴也没什么看头了。书月告辞。这只是个开始，想玩规矩，那我就好好跟你玩玩。这种地方你倒是熟门熟路。杀手的职业素养，这里有钱就能买到龙袍边角料，也能查到他的来路。老板，宫里御用的流云锦，你这儿有几尺？流云锦没有，流云的命倒是有人在买。撤！伤在哪儿了？王爷先管好自己，不可一世的镇北王也会躲在垃圾堆里晋升。走，他们跑不远。陆晨，你到底是想利用我，还是真心想护着我？陆晨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北境特有的噬骨寒毒，他受伤了。别说话，抱紧我。这是劫脉法，虽疼但能保你命。宋书月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本王？王爷若是死了，我的侯府为谁来保？闭嘴！你说，你到底是本王的良药，还是传承的毒药？伤药晚点会让人送到客栈。不必了。王爷还是先查查鬼市那些杀手为何对你的行踪了如指掌。这世上能让本王欠人情的，你是第一个。以后若遇危险，吹响这枚哨子。药还是毒，陆晨，咱们这种人注定没有好下场。书月，快来！这位莫先生是爹当年的至交，多年未见，今日特意来京城看望我们。嘉宁县主果然百闻不如一见，这通身的气派倒真不像是深闺里养出来的。莫先生谬赞。我与你父亲叙旧，提到了你，受了不少苦吧？只要肯回家，一切就好起来的。刘云，穿上这身县主的皮，你就真觉得自己是个人了？滚出侯府！这就是你背叛组织的代价。陆晨给你的那点温暖，够买宋家百口人的命吗？我没耐心了，3天时间回暗阁，或者看着宋小姐被送进娼馆。别想找陆晨帮忙，你敢透一个字，我就灭了宋家满门。莫影，
你以为你抓住了我的软肋，我会回去的。但我回去的那天，就是暗阁覆灭之时。能让墨影如此卑躬屈膝的人，普天之下没有几个。莫首领，皇上对你这次找回流云很满意，这把刀更适合藏在暗处，做些见不得光的事。流云已经上钩，再给点压力，他定会乖乖听话。皇上说了，陆家军功太盛，陆晨这个人留不得了。皇帝封我为县主，竟是为了控制我，借我刺杀陆晨。请公公转告皇上，流云会是刺杀陆晨最合适的毒药。很好，这天下本就是巨大的决斗场，谁输谁赢，全凭皇上一念之间。原来我以为的复仇，不过是替仇人铲除了异己。陆晨，你我也算同病相怜。皇帝要刀，那我就让他看看，这把刀反手插进他咽喉时，他还能不能掌控这天下。皇上等不及了，陆晨必须死。这醉红尘无色无味，一滴入酒，神仙难救。陆晨是镇北王，杀了他京城必乱，皇上就不怕反噬？乱才好，乱了皇上才能重新洗牌。明日镇北王府设宴，你亲手把这杯酒送进他嘴里。别忘了，你那爱绣花的小妹下午刚收到我送的一匣子曼陀罗花瓣，杀了她，你就是嘉宁县主；杀不了她，宋家就是下一座平南王府。我会去，但记住你答应过的，不动宋家。陆晨，你这把火烧得太深，终究还是引火烧身了。既然他们想要一场葬礼，那我就把这京城当成戏台，送他们所有人一份大义。陆晨，如果你聪明，明天就接住我这一招；否则，你就真的只能做我的投名状了。来了，坐。王爷今日好兴致，连个守卫都不带。你要杀我，多少守卫都拦不住。不如清静些，好好吃顿饭。这是苏杭厨子做的，你流落苏杭时想必爱吃。王爷查案累了，舒月敬王爷一杯。别喝！这一寸是留给你的良心，还是留给本王的？陆晨，皇帝要你的命，暗阁要你的命，我救不了你。本王不需要你救。你为什么不躲？你明知道酒里有毒，明知道我要杀你。我若躲了，你怎么跟墨影交代？怎么救你的宋家？墨影在看着，但我也准备了一场戏，敢不敢跟我赌一次？赌什么？赌我们能一起活下去。你要我当众刺杀你？这太荒唐！一旦禁卫军合围，我们根本出不去。暗阁要你杀我复命，皇帝要我死效兵权，只有我死在你手里，影子里的人才会跳出来。那你呢？你如何在剧毒之下生还？这是北京老君医配的西脉散，服下后气绝6个时辰，与尸体无异。宋书月，你敢动手吗？我信你。如果你死了，我会先屠了暗阁，再自裁谢罪。县主这是怕本王下毒害自己。我只确认一件事，记住了，若我真死了，这就是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别想赖掉。动手吧，下手狠点，莫引那老狐狸眼光毒。来人，刺客！陆晨，这出戏我定陪你演到最后。刘云，镇北王已死，你这把刀没必要留了。嘉宁县主畏罪自残，皇上会很喜欢。墨影还真是了解我。既然送了12个人来送行，那我就一人还你们一刀，刚好够分。
书月，是抓我的，还是收尸的？你这死而复生的戏演得真满。闭嘴！本王不准你死！王爷，县主伤势太重，失血过多，若无千年雪莲续脉，怕是撑不过3日。宫里真药阁不是有一株？那是皇上为太后寿辰备的，守卫森严。备马。宫里竟进了不长眼的贼，搜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醒了，感觉如何？千年雪莲的味道，你进宫了。县主，王爷为了拿药强闯真药阁，如今皇上大怒，已收回虎符，软禁了王府。陆晨，你疯了！你苦心经营的一切，就为了救我。兵权没了能再夺，但你没了，这世间便再也没有有趣的对手。陆晨，皇帝已经对你起了杀心，咱们困在这里，只是坐以待毙。坐以待毙，本王在等。等墨影沉不住信，等他亲自把那条大鱼送上门。墨影，你找死！那是陷阱，锦林君盯着我，我没法帮你。所以呢，眼睁睁看着他死。宋书月，冷静点！我冷静不了，他们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陆晨，说我回不来。保住侯府！墨影，滚出来！沈家余孽共计103口，除沈书月外，悉数伏诛。沈书月。我是沈书月，目标沈从兴，沈书月叔父，由沈书月亲手处决，断其归路。叔父，我记得他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！刘云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放了他，放了他可以，只要你亲手挖出你的双眼，我就放了这只小羊羔。动我的人，都要付出代价。刘云，刘云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你以为杀了我一切就结束了？真正要你们命的人是皇上，而我也不过是皇上手里的一个棋子而已，一个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棋子。刘云，你还敢回来？我今日来是想送首领一个救命的信儿。皇上早已下令让陆晨处决你，顺便搜集暗阁所有分部的名册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可以不信，但等羽离军围了你的老巢，你再想着撤退，怕是来不及了。首领，我们要撤吗？撤！若是皇上真要杀我，天大地大，何处可躲？与其等他来杀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皇上老了，也该换个人做做了。传令下去，暗阁所有杀手进入待命状态。今晚我们去宫里，取一件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。咬吧，咬得越狠，我杀起来才越痛快。
宋书月，你简直是胡闹！那是皇宫，不是你的暗阁。万一你出了事，你让我……这种人，凭什么决定你我的生死？凭什么决定大夏的国运？陆晨，我要让那个坐在龙椅上的皇帝，在看到我沈家剑法的那一刻，他抖得像只丧家犬。沈家掌情报与暗杀，陆家掌铁骑与边防。那个人用贪婪拆散了这双羽翼，你要杀他，是为了全家的冤魂；我要他退位，是为了这大夏千千万万个像沈家那样的家庭。这条路一旦踏上去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若你陪我输了，你便是乱臣贼子，万世唾骂，你敢吗？乱臣贼子！本王在北京杀敌时，满手血腥，早已不求功名。这一仗我陪你打。既然他这皇帝当得不安稳，那我们就帮他彻底把这皇权换个主人。刘云！这不可能，这绝不是暗阁的武功。这是我沈家的惊雷剑。莫影，你教了我10年杀人，却不知我沈家的剑专斩乱臣贼子。沈家书院，大仇得报一半。书月，最后一步，我陪你。逆贼！你们竟敢谋反！朕是大夏的天子，是真龙转世。真龙天子，你血洗沈家，毒害忠臣，利用暗阁滥杀无辜，你不配！那是朕为了大夏的安稳，朕没错，朕可以偿还。沈家100骚，你拿什么还？放过朕，朕可以下罪己诏，传位给陆晨。传位？大夏的江山不需要一个刽子手的施舍。去宗人府，对着列祖列宗交代你的罪行。陆晨，这地方太脏了，我一刻都不想多待。爹娘，叔父，书月来看你们了。这玉佩是叔父亲手交给我的，他说沈家的女儿要像玉一样宁碎不污。这10年我碎了，今天我把它拼回来了。朕德行有亏，上负祖宗，下愧黎民。朕愿禅位于镇北王陆晨，从此避居冷宫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沈书月，你果然还是选了最像你的。妹妹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听人说过打起来了，我快吓死了。没受伤吧？回来就好。